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9点热话题，我是秦林谦。首先新闻一开始，先来关注的是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近来频频被民进党及资策会质疑任职资策会期间不当兼职的问题。可是对手越攻击，却没有影响到高虹安的选情。根据 TVBS 选前1个月的民调显示，高虹安的支持度明显上升，似乎越打支持度越高。很多的新竹市民现在看到我都会开玩笑跟我说：“高虹安，你好像在选新竹市长的对手其实是柯建铭。”说民众都问他，到底是柯建铭还是沈慧虹在选新竹市长？笑说柯建铭打他比沈慧虹还打得凶，尤其是紧要高虹安任职资策会的这件事情。他违法代职进修，要违法代职兼职，那现在他被告了，这很严重啊。就代罪选举嘛，不要再做这些莫须有的指控。希望民进党的立院党团总召可以赶快回到立法院作证，来审查民生预算才是你最重要的一个工作。要柯总召回归本业，不要跟着选举起舞。只是面对民进党跟资策会一波又一波的质疑，似乎没影响到高虹安的选情。根据 TVBS 选前1个月的民调显示，目前高虹安的支持度比7月份上升8个百分点，以34%的支持度稳坐第一。第2名的沈慧虹也增加4%，来到27%。倒是国民党派出的林根仁，在这3个月来下滑了6个百分点，只剩21%。尽管高虹安被兼职风波笼罩，支持度却不减反增，但对手阵营还是继续攻击高虹安的竞选总部违建有问题，都是民众党的相关的服务的据点。那我想高虹安不应该再去做切割。其实它是民众党的党部，而且现在呢，其实已经没有在使用了，因为我的竞选总部是我自己，我们在这个竞选总部的团队，我们另外在承租的。面对攻击，直球回应，不让对手再有做文章的空间。也许这样的直球对决态度，反而让高虹安越被攻击，越被选民喜欢。TVB 新闻主管韦佳琪台北采访报道。针对新竹市长的选战，地方人士认为，目前状况是3组人马都没有把握。高虹安合体卢秀燕其实对林根仁的选情影响很大。详细内容交给记者韦佳琪。在新竹的选情同样很激烈，尤其是国民党推派的林根仁，现在似乎出现了被边缘化的危机。加上之前台中市长卢秀燕才跟高虹安合体，被人家说是不是要来请大家支持高虹安，也引发很多热议。那么现在林根仁就希望来拼逆转胜了。而我们带您看到的是呢，其实林根仁自己也陷入这个论文的争议，但中华大学经审议委员会决议呢，他呢在撰写过程当中的抄袭行为不成立，让支持者解除这些疑虑，没有像林志坚那样，但是呢支持度只有回血而已，没有加分的作用。而我们带你看到的是呢，对他来讲有减分的，恐怕就是10月8号这一场，台中市长卢秀燕呢跟高虹安2个人一起合体说要来考察，让不少支持者相当的疑惑。到底是要我们投高虹安，还是要我们支持林根仁呢？这也影响到新竹市蓝军的士气，有没有可能出现弃保效应呢？不过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现在他有没有可能沦为林志坚2.0，而民调崩盘？因为他需要在面对交通大学的学伦会，在选前做一些评判，还得观察。但是选战目前逆风前行，可以说是步步惊心。再加上高虹安的民调又是高居不下，那么蓝军主打桃园民进党，导致整个林根仁就被边缘化了。尽管他邀了党内的大咖，甚至连韩国瑜都来帮忙了，但2020年立委选举37%的选票，能不能催出基本盘来拼逆转胜？现在对林根仁来讲至关重要。民进党立委何志伟被曝把自家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的画像丢在立法院的回收区，引发总统蔡英文的不满，调阅监视器，要求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好好处理。何志伟澄清是放在办公室门口当装置艺术，感叹选举到了，鬼故事特别多。选举到了，可怕荒诞的鬼故事会特别多。说自己真的见鬼了，因为把自己跟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的沙画像放在办公室外的转角处，却被解读是被放在回收区等着丢掉，不给自家人面子。我是第一个出来力挺陈时中的人，创作放在这边，不外乎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而且更加的来支持本土艺术。
强调这是装置艺术，何志伟带大家重回现场厘清会怎么大动作解释？难道是因为传出总统蔡英文知道之后很生气，民进党团紧急调阅监视器，发现做这个事情的人居然就是何志伟，要求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好好处理。我不知道这个从哪来的消息，我有问过何志伟，何志伟说他根本不是这样的动机行为，还说蔡总统会看监视器，这个是极度离谱哦！我有接到一些电话，然后要来跟我们这个看一下这样子。坦言有接到关心电话，要来了解是不是真的有丢话的动机。何志伟要有心人，不要放话，但这些事还是传到当事人陈时中的耳里。这种文化的创作，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那个话如果是要送我的话，那就尽快拿回我们的敬总。这言下之意，难道是如果何委员没把他当宝，那我自己可以好好珍惜，不再让自画像放在转角，那么接地气。TVBS 新闻李学伟、朱光宏、韦家协3局小组台北采访报道。日前传出蔡英文还默许北市弃城保皇，绿营高层表示，蔡英文将亲自在北市举办社群之夜，力挺陈时中的态度是很清楚的，驳斥这样的说法。再交给佳琪。9合1选战进入到最后倒数1个月了，不过在台北市的选情萨卡都呢，现在还是相当的激烈跟焦灼。那么呢，在台北市有传出弃城保皇的传言，现在民进党要跳出来粉碎这样的流言。民进党的副秘书长现在是林鹤鸣，他说了，民进党其实是不会忽略任何选区多次要运用自己在社群上面的号召力，那么要来支持民进党推派的陈时中，也要一并呢来粉碎弃城保皇这样子的留言。他说了，获得蔡总统的支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中央执政的肯定。那么现在呢，也是由总统亲自来操盘台北市，所以呢，资源要挺谁十分的清楚，哪里来的弃保说？而我们带您看到的是，现在呢，他们更要举办一个社群之夜的活动，光是呢这2万多人就要来抢这短短只有1000个人的名额。那么呢，在这社群之夜呢，一票难求，甚至总统还亲自出来号召社群的能量，希望能够帮助民进党在2022呢，可以增加一点民众的喜好跟支持度。而他们说呢，现在陈时中呢也被影响到了，他的铁粉也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在这一波，他可以来吸引到铁粉。他说，选战到现在，因为受到了大量的蓝白攻击，那么呢，夹杀之下呢，再出现了比例原则，很多呢心疼陈时中的人纷纷都站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些铁粉都归队了。距离台北市长选举的首场辩论只剩1个星期左右，而蓝绿白阵营都展开密训，绿白候选人陈时中跟黄珊珊都对市政议题相当有信心，也都找来好手训练。至于国民党蒋万安则说会把握时间，持续跟专家交换意见。都拆讨，充满胜算。摊上民众热情打气，到无心市场拜票。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应该也希望好运能先用在首场辩论上。因为我们提出的政见的方向都非常的多，相关的我们已经蛮充足的。那至于怎么样来表现，那可能要有专家大家一起来讨论。由 TVBS 跟3立联合举办的台北市长选举辩论，11月5号即将登场，只剩1个星期准备，蓝绿白阵营展开密训，都喊要回归市政。除了聚焦大巨蛋、内湖交通等议题，政治攻防当然少不了。要加强的部分应该是政治议题的部分吧，就是大家每天都还是在针对政治性的议题不断的做攻防，或者是还是有一些政治的操作。那我们会找很多的朋友一起来提供意见。跟家长、教育界专家座谈，黄珊珊对市政得心应手，却也不敢轻忽，找来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文胆吴坤玉练习辩论技巧、语气跟肢体动作，还有专家学者组智囊团。而陈时中则有前文总秘书长林锦昌、蔡总统的前文胆姚人多帮忙。不过国民党蒋万安对辩论内容继续保密到家。辩论我们都持续的跟很多外界有经验的专家来请益，来交换意见哦。那我们也会把握时间，加紧准备。有没准备秘密武器，三方都没透露。蓝绿白叠对叠，都盼自己能在辩论当天给对手致命一击。TVBS 新闻刘玉君、李品仪 SNG 小组台北报道。而11月14呢，将举办的是新北市的公办政见会，侯友宜、林佳龙将在这天让大家呢看到他们的政策牛肉。再请佳琪带我们看看。
在新北市的选情好像就没有像北台湾其他地方这么热闹了。不过现在呢，侯友宜要来直球对决林佳龙了，在11月14号要来参加新北的公办政见会，说要把他自己好好过日子的政见跟理想来跟市民分享。不过他们就认为说，现在他们两个人有没有机会来辩论呢？在11月14号，第一部分是他们政见的申论，那么再来呢，就是进入4位发言人的提问，最后是结论。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一次没有交叉的来互相询问这个环节，也让很多的选民觉得有一点可惜，因为这一回呢，侯友宜市长似乎对选战都是比较冷处理，都说市政优先。不过我们带你看到的是，侯友宜这一方面主打的是在地生根12年获得支持，靠的是实实在在的政绩，看来是想打政绩牌，透过政见辩论来展现市政的建设，让民众看到未来的新北市可以有什么样的愿景，还要跟市民报告2030年新北市有可以多不一样。不过在对手林佳龙阵营这边呢，他说很可惜没有办法来交叉提问，因为他有很多问题想要来问侯市长，呈现对新北大翻新的主张是他的理念，希望侯友宜不要每一题都会说好好做事，希望呢是真的会回答，而且会特别数他这个好好做事到底要讲几次。看来呢这个公办的政见会还没有开始之前，已经开始先挑衅了。台北市长柯文哲因为跟苗栗县长候选人钟东锦合体被讽刺黑白配，而柯文哲在专访上面说要吐槽朱立伦，北台湾哪位议长不是黑道，结果反被指开了地图炮。柯文哲也承认自己确实讲的不精确。我就说我这地图炮乱打一通，我在讲的是钟东锦的案子，不要扯别人。OK。台北市长柯文哲又闯祸了，这一回一次得罪7位议长，先来还原事发经过。他用那个说黑道不提名他，那我就跟朱立伦吐槽，那你们那个议长就可以，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哦，你这样手指头算的北台湾不好意思讲，应该哪一个不是？你告诉我比较简单。大家知道我切头音啊。接受专访谈到日前跟苗栗县长候选人钟东锦同台，被酸黑白配，柯文哲要讽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名候选人的排黑条款，结果反让其他6位县市议长躺着也中枪。没有，我们的幕僚就说：“市长，你不要开地图炮了。”我这只是想要消遣朱立伦，或者开地图炮就乱打一通了。这个讲话不够精确。被柯文哲影射的议长们很低调，是不是黑道不知道，但凡做过必留下痕迹。台北市议长陈景祥曾违反政治现金法获缓起诉，新北、桃园、基隆议长没前科，新竹县议长张振荣涉庄脚买票被判2年，新竹市议长许修睿曾犯强制罪被列治评对象。至于苗栗县议长周东锦杀人未遂、妨害家庭等，尽管曾说被指黑道很不舒服。谢谢。周东锦也说自己不是黑道啊。不是啊，这国家的政治就很奇怪，就是说，因为黑道不可以提名当县长，那你黑道为什么提名他当议长？不是很奇怪吗？不是讲完了。需要跟陈景祥说个拍谁？哎呦，你们不要挑拨离间。柯文哲想打朱立伦，没想到扔出的是自走炮，再度惹祸上身。TVBS 新闻刘玉君、李平台北报道。而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上午到基隆信义市场扫街，帮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谢国良拉抬声势，现场涌入不少韩粉抢着握手合照，人气一度盖过谢国良。而另一头市长林右昌也帮忙蔡适应站台。一大早，韩国瑜现身基隆信义市场，来帮国民党市长候选人谢国良扫街。韩粉通通围上来，抢着要握手合照，但等等，主角到底是谁？一旁幕僚赶紧带头帮谢国良拉抬声势。韩国瑜走在前面拱手拜票，不只是走道，连外面大马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桌上摆满各式基隆小吃，两人看起来心情相当不错。被问到接下来有没有机会跟张善政合体，他也回应：所以理论上我们两个是善良二人组，126挺善良，应该挺的就是张善政跟谢国良。另一同市长林右昌也跟着民进党候选人蔡适应合体，面对对手高人气，也不客气呛虾。那我想他们两个凑在一起绕跑二人组啊，还可以超级比一比啊，比一比看是韩国瑜的这个爱情摩天轮，
这个比较瞎，还是谢国良的免费送电动车比较瞎？林右昌还批评这样的造势害信义市场的民众交通不便，恐怕是反效果。另外，对于谢国良26号指控蔡适应竞选团队成员涉嫌行贿买票，蔡适应也反击。过去基隆有选举以来，只要是有提到贿选案的，连结的单位都是国民党嘛。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我会到这个地检署，对于谢国良这样的一个抹黑的事情，我会提出正式的控告。选战倒数30天，基隆选情升温，候选人间的战火也更加猛烈。TVBS 新闻刘新奎、黄敬芬基隆报道。桃园市长选战成了抹红大战吗？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被质疑，他担任董事的数字王国公司是由陆资主导。不过张善政反驳，实习董事当中只有2席是陆籍，根本无法主导公司。而民进党郑运鹏也被爆料，过去选立委失利之后到大陆做生意，申请书还写中国台湾。就在选前倒数1个月，一点小差错都不能有，更何况是被抹红。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被质疑，他担任执行董事的数字王国集团公司，其中有2大股东，并非单纯陆资，而是中国大陆国务院和中共解放军的资金。桃园是国门的第一线。我们要询问张善政先生，你是不是要当那个把解放军引入关里面的那个资讯站的破口？遭到质疑，张善政立刻开记者会反驳，强调数字王国是世界上重要的跨国公司，他们所谓有共军背景的投资者保利文化和中信没有控股权，也不是最大的单一投资人，而且实习董事中只有2席是陆籍董事，根本无法左右公司的发展。不管在财报。数字王国的财报，或是在数字王国的网站上面介绍董事的人的时候，董事背景的时候，怎么称呼我？张善政，他写台湾前行政院院长。如果这个公司是一个陆资主导的公司，可能会写这种字样吗？不止他被攻击，国民党阵营也把炮火对准对手民进党的郑运鹏。他自2008年1月12号。他竞选立委失利之后，他当年度的10月24号，马上跑去中国，脚底抹油，大捞人民币。被爆出喊着抗中保台做生意，却没这么做，说两岸经贸交流没问题，但被挖出曾经讨好对岸的痕迹。这些格式都是我们在国际专利申请上面的必然。到现在，我昨天问了一下，现在还是如此。所以这是对台湾来说，的确是不公平的待遇。但是那个格式也不是我写的，那是国际上面这个专利组织的规范。你来我往的抹红大战，蓝绿两党也各自大动作切割。TVB 的新闻综合报道。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运鹏呢，一早到在桃园中坜平镇交接的中贞市场扫街，这里过去被视为蓝营票仓，不过2018年郑文灿在这2区取得领先，郑运鹏积极拉票，希望延续郑文灿的优势。带着竞选团队高举看板走入街道巷弄，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运鹏27号早上来到位于桃园中坜平镇交界的中贞市场拜票。因为我们在每一个拜访，然后这个握每一只手，我们都不会分清楚说他是哪一个的支持者。郑运鹏言下之意，不管国民党、民进党还是民众党选民支持谁，或是这是哪个党的铁票区都不重要。像是这一回到中贞市场，就被说是深入蓝营票仓。以先前2次的选战资料来看，2014年民进党郑文灿对上国民党的吴志阳，尽管郑文灿在平镇跟中坜都有近50%的得票，但还是没有超过吴志阳。到了2018年，郑文灿对上陈学圣，绿营在这里逆转了，在平镇胜出近10个百分点，在中坜也赢了3个百分点左右。民进党在这2区从小输到胜出，这一次郑运鹏请走基层，希望延续郑文灿的胜利，更希望从泛蓝区域多抢1点票。不过在这同时，对手张善政也积极顾票。到复兴区跟议员候选人一起争取支持。复兴区属于国民党传统票仓，要稳住基本盘。不管是哪里选战越靠近，候选人跑得越勤，多拉1票是1票。TVBS 新闻林志伟、黄凯进桃园采访报道。
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指出，自己当选将重新检讨安平跨港大桥工程标案。此话一出，引起地方炸锅反弹，认为争取10多年的建设，谢龙介要阻挡发展，这让在地的同党议员紧张的开记者会，强调不管谁当市长，跨港大桥一定要盖。3位国民党台南议员急着开记者会，安平跨港大桥一定要盖。3议员不管什么人做市长，跨港大桥的工程不可延宕。我们所谓的重新检讨，是希望让我们的整个工程能够更加的务实，而且更加的完美。这么用力向选民喊话，因为同党籍市长候选人谢龙介提出，当选后要重新审视检讨安平跨港大桥工程预算。此话一出，被解读阻挡建设，地方炸锅。北区的议员来讲我南平的代志，实在是莫名其妙。我伫安平读过，伊唔知影读车艰苦。谢龙介此举真的是母鸡踩到小鸡，小鸡赶快跳出来要求自保，来跟谢龙介做切割。绿营狂酸，谢龙介拼选举，踩到自家人都跳脚，反倒是谢龙介觉得跳脚的是民进党。因为我们没有执政权了，所以顾在兵前往，我当选我一定要审视的嘛，难道不能审视吗？你发包了有问题的工程不能审视吗？你们怕什么呢？所以民进党不要害怕，争取超过10年的安平跨港大桥，希望盖桥可以舒缓安平观光区的交通问题。5年前工程评估9.5亿，结果2度流标，经费调整为13.5亿，但现在增加到了18亿，足足翻了1倍。谢龙介抛出重新检视政见，却让同样在竞选中的同党议员们急着划清界限。TVBS 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被视为蓝营女战将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恋情遭到周刊踢爆，对象则是光谱的另一端，立场相对鲜明的媒体高层。游淑慧大方认爱，但是她的脸书最近却遭到疑似网军攻击，甚至质疑她监督绿营的批判力道会因此手软。同党议员则是惊爆这桩政坛绯闻背后有政治操作，从跟监爆料到网军的谩骂，恋情后续超展开，恐怕案情并不单纯。国民党女战将与立场鲜明的媒体高层恋情 ING 曝光方式传出阴谋论，同党议员罗志强爆料，原来这不只是单纯的八卦绯闻，幕后竟然是有计划的跟拍爆料。1个月前吧，助理有跟我提醒说，他感觉我住家附近有人在这个驻点拍摄，当时真的是太可怕了。所谓的爆料的时机点确实很多人来跟我提醒说跟选举有关系，要我小心一点。恋情曝光后，游淑慧脸书罕见不是一面倒的祝福，反而夹杂批判声浪，质疑她与男友立场不同，要如何监督，甚至有人完全没论述，直接说好失望，全家都不投了。而点入类似留言，却看不到相关背景资料。我确实发现有很多怪怪的账号，不要拿别人的私事来操作，我觉得这是不太道德的。很明显是被跟拍的情况嘛。政治不需要搞得像罗密欧跟朱丽叶一样吧？这件事情很显然就已经变成一个政治操作。站在最前线的战将，好像别人打成了说便是民进党同路人。面对杂音政坛，包括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内都大方送上祝福。骂翻的蓝粉到底是网军还是粉丝？游淑慧不愿意猜测细数港湖地区国民党有5席空间，但扣除不打算连任的老将，还有强敌李彦秀回锅，让新人压力倍增。只会像我自己的妹妹一样，也非常的祝福她有什么阴谋论，其实就很容易让绿营的参选人见猎欣喜我觉得去分化我们蓝营的5位市议员，我觉得也并不是好事。粉红恋情传出暗黑政治操作，党内压抑，同选区现任议员李明贤、吴世正以私事为由不评论，留言区没杀，截稿前没有回应，只有李彦秀大方祝福，更喊话有信心全垒打。港湖大乱斗，蓝绿交战，就怕这桩恋情喜事被操作利用，选战变内战。TV 新闻周一峰、林佳慧台北采访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